这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，果树上面的花基本上都已经谢掉了，叶子慢慢全都长出来了。我今天打算平常没事儿到我的小果园遛弯的时候，就带上剪刀，随手把那些不想要的枝条就给它剪一剪。特别是像这些小树还没有成型的，需要把那些芽子该掐尖的掐尖，该抹掉的抹掉，就不让它过分的生长，占用太多的营养了。这样到时候夏剪和冬剪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枝条需要修剪了，那会儿的工作量小一些，剪起来也轻松一些。先从小树下手吧，像这种山楂树呢，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慢的，我可以多留一些枝条。像这棵呢，上面没有什么需要修剪的，暂时就全都保留了。转到了它的后边，看到了长得非常靠下的这种芽子。这种呢就不要了，给它直接的掰掉。这桃树冬剪过后呢，没什么太多可修剪的了。检查了一下，下边也没有长出来的这种小芽，如果有的话再抹。仔细看，这儿有一个，这种就直接抹掉就好了。其他的暂时还好。到这棵李子树了，这李子树上面发的芽非常非常多。这整个主干上边全是芽子，像这种呢就不用保留，全都给它抹掉。这种没有木质化的就轻轻一拽就掉了，像上边这种已经木质化的，还得用剪刀稍微剪一剪，拿剪刀剪掉。好了，看这是留的分叉的地方，这是三主干的自然开心型。那这主干下边完全没有任何的枝叶需要保留。接着就是开心型三主干的地方，像这种靠主枝比较近的这一段，上面也没有芽点需要保留，这样我们也就都给它抹掉。这大概高度呢，可能是留个20厘米左右吧。20厘米以内的给它去掉就行了。这种向内侧生长的也是不要的，这边也是。行了，因为树还小嘛，其他的上边的就暂时先保留。接着要随手处理的就是像这种每一条主干的延长枝，像这个是它的头，这背上跟它竞争的，给它抹掉。这边也是，这也是有跟它在两侧跟它形成竞争的。这个就给它掐尖了。第三个分支看着更明显，这是主头的延长枝，这两个是长在两侧，不是背上的位置，我就不给它去除了，给它留几片叶子，把尖儿打掉。这样的话多留一些叶片。下一棵李子树，这是留的4主干，当时有一条主干这不太好，所以从这儿给截掉了，等着它今年长出来，长长了之后，和另外的3条就协调了。这种李子树啊，真是下边长了好多好多芽，看起来桃树还是更好管理一些，全都给它抹掉。自然开心的4主干，内侧也是一样，抹掉。背后还有这种小芽也不要了。行了。还有这条也不要了，其他的暂时先保留着吧。这当时剪掉的头，我找一个合适的延长枝，现在长出了好多，上边几条都位置不是很合适，我就干脆从这个地方给它剪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儿有一条长的位置和方向比较合适，而且长度也不错的延长枝，让它继续生长。这种有可能跟它竞争的，把尖儿掐掉。上边呢，我暂时先把向内侧生长这顶端的给它去掉，到时候等它稍微长长一点，我把这条枝拉一拉，再找一个好的方向，选一个延长枝的头，其他的两边竞争的就给它掐尖儿。这棵在今年春天才刚刚种下的九宝桃树，还是只有这2个芽，其他的芽点看样子是很可能出不来了。可要把这2个小芽给它保护好啊！
处理一下这个春天刚栽种的时候就想处理的这棵李子树。这棵呢，现在是有4条主干，但是其中一个是靠在中间直直的往上长的，我打算把它剪掉，然后另外3个呢稍微的拉一拉枝，这样的话就变成3主干了。就从这儿下手吧。啊，这一棵就不要它了。这靠近主干的地方，这种芽子也稍微给它扒一扒，不然的话，等它长高长大了还得剪，无缘无故就消耗好多的养分。上面的部分能看到很多干枯的枝，像这种就没有必要让它再这样延长下去了。这都是春天倒春寒的时候给冻的，枝头被冻死掉了。往下找一找，也没有什么向外侧生长的好的芽点了。我一直到下边这个地方吧，这儿有一个好的芽点，我就从这儿给它剪一刀。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延长的芽点。它旁边的这个小芽就给它去掉，这个有一个向内侧生长的，这个就去掉了。这边另外的一条枝情况好像更糟糕，这是被冻伤、冻干掉的部分。往下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芽点，像这种长得比较壮的，都是朝内侧生长，位置太差。再往下找找，可能留这一条吧。我先从这儿剪一刀，看看它下边的芽点，将来能不能长好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再找下边的。这第3个枝条有一个比较好的芽点，剪掉。这竞争芽的尖儿再给掐一掐。这是一颗枫糖李，也是留的3主干的开心型。现在正对着这一侧呢，头上的芽长得还不错。旁边的这个看这些地方是有芒节的，这芽点没有发出来，我就从芒节的下边给它剪一刀，然后等过几天它这芽点稍微长长一点的时候，我再选一个合适的。接着这一条看上边长得还不错，然后往下走呢，这儿有一段很长的芒节，这些芽点都是发不出来芽的了，从这个芒节这儿给它剪一刀。这种也是很长的一段，都是芒节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其实这上边还是有不少需要调整的芽点的，或者去除，或者是掐尖留几片叶子，尤其是这种顶部，像刚才说的，以免它影响主干的延长枝的生长。这是我那棵长得比较大的蜜丝李，看看上边应该已经是挂李子了，看非常非常小，仔细看是能看到的。这边也是，这是有的。我看到上面有些小李子都被虫子给咬出洞来了，需要打药了。等我把这修理完呢，就准备要再给它喷一遍药了。一般花后应该还是及时给它喷一喷药，这样的话能保护这种刚坐住的小嫩果实。像这种大李树本身长得比较密，或者是就不想保留的，就没有必要等到夏天或者冬剪的时候再去除了。上边也是没有果子的，就直接在现在就给它去掉。这小剪刀剪这种大的枝条是有点费劲。看这上边一个果子都没有，像这样的枝条也是上边没有果子，这儿还有伤，然后将来也是不想保留的，因为这主干上边呢有好多好多这种小的枝，明年都可以留着结果用，这种呢就没必要了。我就是随手剪一剪，把那些特别明显的不想保留的给去掉，然后过2天再遛弯的时候，可能再看一看，又有新的发现，那个时候再去一些，慢慢的细水长流。这梨树呢，暂时应该是没什么需要整理的。另外这边这一棵也是，上面的枝条非常少，尽可能都给它保留住，等它长大了再把那些不想要或者不好的再或者处理掉，或者掐一下尖儿。看着梨树仔细找的话，已经能发现有很小的梨了。然后还看上边，像这种开花开得特别早，还是被2次倒春寒把这些小的花儿和果实都给冻死了，现在都干掉了。还好，大部分都开得比较晚，所以大部分果实花儿都留住了。喷点酒精给剪刀稍微的消毒。
我的几棵桃树开花相对比较早的那些，当时是觉得那次倒春寒冻害影响不是很大，就是把花冻蔫了。但是后边呢又有一次，虽然温度没那么低了，但是连续2次的倒春寒寒流，我觉得还是对它影响挺大的。好多的花都枯掉了，过几天之后都枯掉了。现在看看，好像那些枯掉的确实是就是枯了，冻死了，没有留下果实。我再稍微的等一等看看吧，再过个1、2周的时间，那些坐住果的桃子应该就膨大，就能明显看出来了。如果整条枝上边这种小桃子都被冻死了，那这种枝也就没有必要保留了，就给它去掉了。像这种花开的比较晚的呢，还能看到这种呢，应该是有希望形成桃子的。也是等等看。苹果花这几天开的是越来越旺了，像我苹果树呢，只是把2级主干拉枝了，像这种3级的都没有拉枝，也没有刻芽，所以能看到上翘的，然后有很多空间上边是没有花的。等它今年挂果之后呢，这果实就把它压下来。杏树上面的这些花还有挂的小果子，看起来也和往年一样，又被2次倒春寒给冻死掉了。上面好多的果实，我肉眼是看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冻死了，还是有可能有希望。再给它点时间吧，万一能活下来一些呢？到时候如果确定是没有果实了，那很多的枝条又可以做修修剪剪了。这棵蟠桃树，我刚才看了看，已经有一些长出小桃子了。看这儿有一个，确实是挺明显的。像那种开花早的，这就是被冻死的。看一碰就掉了。能看到结出桃子的并不是非常的多，好多都是这种干掉被冻死的。开了那么多花啊，也抵不住2次的倒春寒。柿子树还不发芽，等的真是让人着急呀。这边的这棵桑树，还有2棵山楂树，我昨天和前天吧，分别给浇了大水。浇过水之后，加上天气暖和，我看这些芽长得还挺快，都出来了。仔细看这个，这每个芽上边都是带着花穗出来的，这结出来的就是桑果啊。这桑树在冬天和春天是没什么太多需要修剪的，如果有一些干枯的枝子，可以给它去一去。其实今年我打算等它结过果之后呢，就直接给它剪掉，这种长枝子就都剪掉了，然后让它重新再发出来。发出的枝子呢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再长一遍桑果，如果没有长的话，那第2年也能作为长桑果的主力。山楂上面的花儿，这花骨朵鼓得越来越大了，远远的都能看出来了，应该是要不了几天就能开了。像这满树叶子和花朵旁边，还是能看出有一些是没有发芽的。我剪一剪看看，其实它也没有死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芽子没有发出来。我干脆就给它剪掉吧，从这儿给它剪断。像这种应该是死掉了，从芽点的地方给它剪断，这样的话这个芽到时候长出来，让它继续延长。这中间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剪掉。另外的这棵还好，没有发出芽的，看都是长得比较不错的。那顶上比较高的位置有一点点，看看能不能够着。还好，剪掉吧。来到大的菜园了，今年的运气不是特别好，我这边豌豆种下去，还有远处的地方种了一点糯玉米，结果呢，这好多天都已经有10天了吧，也没下过一点雨，这实在不行，我可能又要把滴灌带拉上，或者是拿喷灌给它过来喷一喷了，不然的话没有雨水肯定是发不了芽的。这边的小梨树，我是前天浇过水了。浇过之后，好像这顶头的干的尖儿缓解一些了，看起来就是太干了造成的。枣树仔细看也能看到一点点的绿尖芽了。这小的樱桃树长势也还可以，这一棵的生长状态不是特别好，看这些枝上面都长满了叶片，但是主干上边，我看这些芽子并没有死掉，但是还没有发出来，一直到上边。再到顶上，
这感觉是有点干尖了，剪开看一看。哦，是顶上已经干死掉了，干脆就这样给它再剪一下，还是干的，就留着顶芽继续往上生长吧。这棵樱桃感觉像是生了什么病似的，这个比较粗壮的分支也死掉了。我往下剪剪，确实是这个枝条干死掉了。再往下剪一刀，这儿能看出来还有一点绿，另外一半是干的，然后上边的芽子干死掉了。这又是一个有干尖的。这种甜樱桃呢，有些品种还是不太好种的，容易生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病。不过我种的这几棵总体还好，就那一棵看起来长势不太行，其他的还是枝繁叶茂的，都挺不错的。这棵稍微小一点，我记得当年是被鹿啃过一次。这是那棵早1年种植的，个头长得明显比其他的大了好多。看看上边的花有没有形成果实啊？现在是看不太出来，花应该是谢掉了。它其实也是跟那些桃树、梨树一样啊，花都是受到冻害了，希望还能留住吧。这个位置应该是当初开花开的比较早的，已经能明显看出来，这花确实是被冻干枯了，这应该是没希望了。上边有些花是开的比较晚，但我也没有看出来有果实坐住，距离稍微远了点儿。整体感觉希望不大，今年可能樱桃又尝不到了。这葡萄已经明显能看出来，带着花的芽都一点一点长出来了。这边也是，每一个节点都有花芽。最近这天是有点太干燥了，这果树旱的都不行了。前2天呢是把那些小的果树浇了浇，今天稍微给这些大果树也浇一点点的水。我主要是浇那些没有开花的，开花的呢太干了，可以稍微的浇一点点，浇太多了容易导致落花落果。家里边的后院果园呢，多种一些树，种不同的品种，它们开花的周期也是都是不一样的，习性啊、抗病害能力啊也都不一样。这样的话，不管是遇到什么天灾呀，或者是虫害、病害呀，哪怕是影响很大，但是也不会所有的果树都受影响，至少有一半或者是多一半还是能保住收获的。有些果树呢不是特别适合当地的气候，你像我这里像杏树，它种起来倒是不难，但是结果保住果实太难了，老是被冻死掉。这种以后如果再尝试几年呢还不行的话，就不种它了，没有必要跟它死磕到底。有这么多的其他的种类适合种植，可以种得很好的，我们就选那些了。有朋友一直建议说种2棵泡泡树，我查了一下，这好像确实是本土比较适合种植的果树，但是我到那些常用的网站看了看呢，这都已经 out of stock 卖光了，看来只能等明年了。这棵本土的野柿子树，我刚才看到有一些个别的小枝上的芽已经长出来了，但是远处看呢，还是稀稀松松的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我再坚持几年，如果那野柿子树并不结果的话，不行就给它嫁接了。